欢迎收看《宝洁点兵》。川普一上任的时候，他就签署了一个行政命令。这个行政命令是什么？他说，出生公民权这件事情，他要把它给否决掉。也就是按照现行的规定里面，你只要在美国本土出生，你就是美国人，你就是取得美国的一个国籍。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法令变成了中国富豪开的一个后门。现在川普指控说，中国富豪利用这样的一个规定，你知道他们大量在美国生产，一个富豪生产多少个，你知道吗？生产50-60个。当时大家听了以后觉得你川普又在胡乱了，你川普又在胡说八道。结果我们一查下去了，真的有很多的中国富豪在美国大量的生产，而且他们是透过代理孕母大量的生产。刚刚讲到的，一个人生50-60个人可能太夸张，可是一个人生20-30个、30-40个，竟然比比皆是，竟然所在多有。那问题来了，现在这么多的中国富豪，你不但跑到了美国，你透过代理孕母，你生了这么多的小孩，你到底要干什么？现在有一个最恐怖的说法是，他们先把这个小孩居然干嘛？可以卖回中国，卖回中国用领养的方式。那未来他的父母等到这个小孩子21岁之后，他们也就可以规划成美国的公民。你都没有想到，连这样的事情中国都可以利用。好，我们今天请到我来宾的地方首一的财经专家黄寿松，你好。大家好。好，这是美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嘉。大家好。好，第三位是资深媒体人韦真。大家好。好，第四位是战略专家林明辉。大家好。好，第五位是资深分析师高子旭。大家好。好，刚刚讲的，我真的是吓坏了。现在美国最高法院正在讨论这件事情，看起来川普他要推动这个法案是很难的，也就是你没有办法否决掉出生公民权这件事情。可是川普讲的一句话把我给吓到，他说：“你知道这件事情是给中国的富豪开了一个后门，很多的中国富豪利用这样的一个规定来美国大量的生孩子，有一个人居然生了50-60个。我想真的假的？一查不是一个人，是好几个人。没错，事实上我们都说了，中国是所谓共产主义，对不对？但是我跟他讲，中国有时候比资本主义更加资本主义，他什么都可以买，对，他什么都可以卖。他现在连到美国生小孩，甚至在卖美国的小孩，都变成是一门生意。但想说你讲的太夸张，到底真的还是假的？这不是我们说的，这是川普总统说的。为什么呢？他最近出席这个最高法院，因为最高法院在争辩这个国旗法这个修正，他主张就是说了，这个公民呢不能够说在美国出生就享有公民权。他主张是要有特别的规定。他说什么呢？他说有些人利用这个漏洞拼命的生小孩，他们说他们赚了数百万这美金。对，那总不能说他们以后就变成是美国人啊。他说这个时候呢，变成我们这个国际法一个大漏洞。他说我要堵上这个大漏洞。因为我看了之后，我一开始觉得说，你川普太夸张了吧？在美国出生变成美国公民，这本来就是在美国的宪法里面，而且现在美国的国务卿 Rubio 也是因为他的父母都是难民，对，也是因为他在美国出生，他取得美国的公民，那不是完全否定到美国过去的一切吗？后来他说不是。重点是你开了一个后门，对，中国居然利用这件事情来赚钱。对，没错，因为美国对于所谓代理孕母这个法规是相当的松散，那你国旗法又可以在这个地方生了之后，又可以变成美国人，所以当然漏洞非常多。好，那为什么这个漏洞其实有非常多人报道过？《华尔街日报》就报道过一件事，他是在去年的12月16号，他报道一件事是在这个加州有一个家庭法院的这个法官，他要审批所谓代理孕母的事情的时候，他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代理孕母的老爸都同一个人啊？他就说，那我要来这个找这个人，因为徐波，他觉得很奇怪，后来就找他来这个参加听证会。参加听证会的时候，这个人就按这个照这个徐波来参加一个秘密听证会，然后就跟他说：“你为什么要生那么多小孩？”他说：“我来这个为了要这个在美国生小孩要生20个孩子，以便要未来接管他的生意，而且他只要男孩，因为他觉得男孩比女孩更加优秀。所以你不但在美国生小孩，对，在美国找代理孕母是，而且你还特别要选生男孩的，对，那更不要说另外我们找到另外一例，是他只要女孩，对，所以我就说这是个案例，而且他说：“那你有没有见过你的小孩啊？”那个法官就问他说：“没有，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他没见过。”我工作非常繁忙，那我都把他管理在一个地方。你跑到了美国，你找了代理孕母，你拼命的生小孩，你生了20个小孩，然后你说你这些小孩跟你有感情，你要接管你的生意，对，结果你一个小孩都没看过。对，好，那他当时是法院是说20个啊，但是后来有媒体说他已经生了300个了。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很夸张，这件事情还登上香港的媒体。他就说，在美国代理孕母到300个，就是这个叫做徐波的人。那当然他就说没有那么夸张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做？他说：“没有啊，伊隆马斯克不是也是这样吗？他也生那么多小孩啊，他要串联成他的王朝，我也要串联成我的王朝这样一个状况啊。”好，结果没想到后来就有人去这个去看过徐波的小孩子，你看。
你现在看到的不是幼稚园，对，这些幼稚园宝宝的小孩子都是徐波的小孩。对，那徐波生了这些小孩了以后，他们就把他放在一个地方。对，跟他讲，这么多小孩都是徐波的。对，他们就像这个在这个所谓的幼稚园里面，对，找了一个保姆，找了特别的管家，找了特别的老师。对，你看吧，都是他的。对，没错，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全部都是他的，他非常多人，而且有意思的是，他全部把他养在一个豪宅里面，那不是把他养到一个豪宅里面来说，他就把统一管理。都剃光头，每个都剃光头，穿同样的衣服。你看每一个都穿同样的衣服，然后每一个都要叫爸爸爸爸爸，学爸爸，学的东西都一模一样的这个状况，所以他们就是变成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你看，全部都这样子留在家里面来说，要教养他们的一个情绪。不是，而且很变态。是刚刚讲，徐波你是多益网络的创办人，照理讲你也是教育界的人哦。可是他多变态，你知道吗？刚刚不讲，他把小孩全部都集中在一起吗？集中在一起以后，我不是要请很多的保姆，请很多的老师吗？是。他说，这样我太晦气了。对。他的大女儿，他最大的女儿14岁。对。他就说，你不要念书了。对。你回来。对。你来照顾你的弟弟妹妹。是。你是老师是。你是教育界的，你14岁的小孩子，你女儿，你居然叫他回家照顾小孩。对，没错，因为他的主张其实有点奇怪，他在中国主张一夫多妻嘛，那在中国没办法实施，他们就让美国来，生了那么一大堆小孩，然后他教他的大女儿去照顾这个弟弟，你不要念书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完全重男轻女。那你说他生的大女儿，你不要念书，全部来照顾弟弟。对，那你说生出来这样的小孩子来说啊，到底他们成为美国公民，到底对美国是好还是坏？哈，这就是川普为什么一直抗议的一件事。好，那我们来看，这不是一个案例哦，还有更多案例。在这个去年5月的时候，美国的这个加州这个地方呢，有爆发一件事，就有一个小孩子因为头部创伤，然后被送到医院，就是这样被头部创伤送到医院，医院就说，这是家暴的这个痕迹啊，那我们就赶快去报警，然后就冲到他家，那冲到他家当然就进到这个豪宅，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豪宅，冲到这个豪宅里面的时候，很豪华对，没错，他们救命要冲进去之后，保检他们发现什么？发现什么？居然还有另外15个小朋友。然后就目前为止来说，因为好，那你这个豪宅里面有15个小朋友，就再找，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小孩？居然又找到了6个小孩，就是说有21个小孩，这个是在这个豪宅里面。大家想说，为什么那么多小孩子？这也太奇怪了吧！就后来当然法院就赶快要调查这件事到底怎么回事，因为他们跟徐波一样，对，养在豪宅里面，也有教室，对，也是集中管理，对，也都剃光头。对，后来法院就取得非常多的这个录影带嘛，录影带就开始看，你看这么多小孩，都是这个这个几乎是剃光头的时候，然后还有家教，还有保姆在这个地方一起在那边上课的这个情形。好，那当然美国这种事情，小孩子虐待小孩，这一定要查，就查下去的说。这22名幼童的父母亲是同一对的华裔夫妻，对，65岁的叫做宣国军，然后还有他38岁的这个妻子叫张思薇，对，然后他们叫做马克代孕公司，也就是说，他们其实在帮很多人需要代孕的人呢，就开始生小孩的一个状况。这很多人来说，或许不是他们的小孩，也有帮他们别人生的这个小孩，所以他们有统一管理起来。你看。不是，可是我就不懂的是，你要代孕，我如果今天是代孕，就是因为我生不出来，是生不出来以后，我对小孩一定非常渴望。是，如果我一个透过代孕生了小孩，我一定会非常保护，我一定把他放在我的身边。是，哪有像这些小孩子一样，都已经念幼稚园，大家都已经4、5岁了，还把你放在外面？对，我就说嘛，我们台湾绝对认为说这个太残忍，但是没办法，中国共产党是属于唯物论。小孩子也是一个物品，所以他们这样子。那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因为呢，只要在美国出生，不论是父母亲是不是美国籍，没关系，或是持有绿卡这些都没有关系。他说，本来就是在这个美国出生，或是规划接受管辖之后，就可以变成是美国还有居住州的这个公民。那好，那为什么这些小孩子满21岁的时候，他们可以依法为父母亲申请绿卡？所以就是说，你看，而且没有配额限定。对，所以就是也变成这样。现在很多中国人想要变成是美国人的时候，我就去领养一个小孩嘛。领养小孩之后，我会来他改天的时候，他21岁，我就可以变成是他的父母亲嘛，就变成是这样子嘛。这就是川普说的。现在这个所谓的出生公民权是变成了中国富豪或者中国人要变成美国人的一个后门。对，我只要在那边生个小孩就可以这样的。那你看，我们就讲，川普不是要卖他的金卡，一张金卡要几百万美金呢？这个只要20万美金就可以搞定。所以当然就很多人这样搞。好，那我们刚才讲，那你就说，我们就讲2个 case， 没有，还有另外一个 case。另外一个 case 就是他叫做汪辉武，他做什么事呢？他就透过代理孕母，他就是找什么？他找很多美国的模特、音乐家的卵子，因为在美国你是可以选的，我可以选说，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甚至哪个国家的国籍，我要他金发什么都可以选。美国这个都是非常多的，然后他就特别指明要这些，所以我可以选这个卵子的供应者，是，而且卵子供应者我可以选择金发碧眼、身高、学历，我都可以选。对，然后他就说我要生下10个女儿。
是为什么要10个女儿呢？他说我准备未来把他们变成是美国人的时候呢，他们可以打入美国的上流社会，所以我透过联姻的方式，然后就用这样的方式来说，选择一些所谓我要联姻的对象，选择我要这个权贵的对象，我就用这样的方式来这个构建我未来在美国的网络，不是太变态了吧？这就是中国的这个状况啊！而且他们想到的。汪辉武刚刚讲的，你都是透过代理孕母，是你透过代理孕母就是特别精挑细选的，对，特别都是谁嘛？等于说是身高非常高的这些 model， 我特别选 model， 我要特别选出要生出非常漂亮的女孩，对，而且我只要女生。刚刚讲的徐波只要男生，对，他是只要女生，然后呢，我就生了这个10个以后，我就要把你好好的教养、精心打扮，我要把你打入上流社会。而且那很夸张的是什么呢？他还有一个这个办理代理孕母的律师说，他要求这种代理孕母要生10个、20个富豪非常非常多了。他说有一个这个洛杉矶的代理孕母的律师说，他曾经接到1名中国客户哦，他说希望同时进行8到10次的代理孕母哦，一次8到10个。然后他说，居然这个人问他什么？律师，你可不可以给我打折啊？然后这个律师就说，不行啊，我们不是 Costco 啊。但是你看，中国民众就是把它当成是这样子，当成 Costco， 所以我才说，你就觉得你看到这些故事，你会觉得非常荒谬。所以他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批量生产，对，也就是他们这一次是真的，一次去就生10个、生20个，就这样生。所以你会觉得很荒谬。但是我就跟他讲，在中国这种所谓唯物论之下来说的话，我觉得你要做出什么，你觉得这个道德都很荒谬的事情来说的话，他们还是真的会做出这样子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不是，我真觉得不可思议是说。他们这样做，而且我就听到有一个代理孕母坏吧，他其实是因为2件事情爆发。是，第一件事情是我在查资料的时候，怎么可能说我代理孕母，然后爸爸都同一个人？对。那我一查了以后，他其实是拒绝你徐波对于这些小孩子是有所谓的侵权的，没错，这个才爆开。是。第二个是有一个代理孕母出来这个所谓的举报，对，为什么举报说？我是基于同情，对，我同情那些没有办法生产的小孩，所以我愿意用我的身体帮他们生小孩，我要解决他们的痛苦。那我觉得我在做一件好事情。可是我才发现，怎么同一个男生，那你找好几个代理孕母，那完全违背我们的价值。对啊，也就是说，你看，事实上他们把这个美国法律的漏洞钻到非常非常的极致，钻到非常极致的用来做什么？用来自己牟利。牟利之后，你看他们这些赚到钱了，不止他们赚到钱了，然后这些富豪呢，又可以让他的小孩拥有美国籍。对，所以我才说这已经变成是一门大生意了。而且后来我去了解说，为什么除了我要买卖，我要取得美国籍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如果你有美国籍，对，你要在美国投资，对，你要在美国置展，对，你要在美国开户，对，你要在美国做很多事情都更方便。对，你更方便什么？美国亲门打吼，对，中国亲门打吼，或者更深入美国的社会。对，没错。也就是说呢，川普认为说，这个如果真的人太多的话，那会不会有一天来说，就慢慢的渗透到我们美国的这个社会之中，甚至呢，这个好像有点在洗人口这样的一个感觉嘛。所以来说，其实川普为什么他会亲自出席最高法院去做这样的答辩？显然对他来讲，这件事情是他觉得关乎国家安全的。当然，现在美国整个的社会气氛是不接受川普这一套，可是你去了解以后，就觉得这整个过程不可思议。所以吴董，其实在美国社会有个非常深层的一个恐惧啊，不是美国，其实整个欧洲叫黄祸。黄祸就是当时整个成吉思汗整个打到了整个欧洲了以后，就整个黄种人铺天盖地而来，然后呢，现在把大家给吓死了。现在刚刚讲到了，我现在不是蝗虫过境而已，我根本就是跑到你家生小孩了。这个是个，所以当时这个时候在19世纪所谓的排华法案啊。在全世界美国排华法就是为了黄祸啊，就是怕黄祸嘛，太多，他认为黄种人会淹没白种人嘛，他的概念是这个概念。那到今天这个概念已经进步了，你在想，我就不可理解，一个富豪他为什么要生300个小孩？对，然后去找到美国的精英，然后跟他一起再结合。对，那这个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这种人先天上。在他的 ideology 里面，他在意识形态上，他有非常强烈的种族主义者。这一定是很特殊种族主义者干这种事情。对，他干了300个，好，这是第一个，这是一个 model， 对不对？如果这个 model 蔚为风潮的话，中国的有钱人亿万富翁比比皆是。他一个阶层里面非常有钱，对不对？如果每一个人都去搞20个、30个、50个、100个。我告诉你嘛，50年嘛，100万大军，美国总统就是中国人啊，就干掉了啊。为什么？精英主义啊，对，他都是有钱人啊，对，他都到你去美国去跟你去斗内大学什么大楼啊，对不对？Wharton，而且刚刚讲到
那个汪辉武特别选了那个所谓的年轻美貌的这个 model， 然后我要特别培养，我要培养你刚刚讲的你的任何的地方学识培养，让你打入上流社会。打入上流社会啊，你黄种人是打入不了的。在全世界都不可能的啊！就是在美国，所以他要让他变成美国人，当然变金发碧眼的美国人，白种人嘛，一定要 Caucasian 嘛，白种人才有可能打入上流社会。可是我觉得这个里面哈，他会到底是他是个人行为啦，个人行为其目的到底何在？但是你再看另外一个人 ，Elon Musk，他搞了几个人？他搞了17个还是18个吧？对不对？他也是一样的概念啊，他一边交女朋友。一边生小孩，追美女啊，然后在这找代理孕母，一找到一大一票，搞了10几个，那什么概念啊？就他就是希望有他的精英分子能够，他认为他是精英分子，他对他自己的本身的 DNA 啊感到非常骄傲，所以这种 DNA 骄傲，然后经过好的配种关系以后，它会产生更好的这种 DNA 的结果出来。所以这种人基本上他是一种科学性的种族主义者。他不是土包子，都是高等知识分子啊，非常特殊的啊，而且他们的目标啊非常清晰。你刚刚讲过一句话，打入上流社会，对，他打到那个金字塔顶端的人物，你知道吧？我们爬到今天，爬到这个楼梯间的时候，已经爬了几十年，垂垂老矣。他们这个一出来就给你搞到那个顶端了，那很容易就到常春藤啊。我从你的基因、你的肤色、你的外表、你的种族，然后呢，我再培养你，然后你才可以打到上流社会。就是那个就是很简单嘛，常春藤一进去就上流社会了嘛，非常容易的事情。大家再读个 law school 再出来的话，你就一出来，学校毕业到律师楼上班2年，就开始就去选 Congress 嘛。这州的 Congress 选上以后，就是国家就是中央的 Congress， 很快啊，大概30多岁就可以当了 Senator， 没有问题啊。美国的制度很简单的，尤其年轻貌美最容易，颜值高，所以他这个想法不是完全无稽之谈，知道吧？我觉得他们有一批人在想这种事情。中国有一批人想这种事情，当然有这种人啊，他不是傻瓜、啊？我从根本颠覆美国。他身上有好几十亿美金要干这种事情的人啊。他们会团伙，他们干什么事情都是，所以我跟你讲黄货嘛。他有钱以后也是黄货，没有钱以后是华工，也是黄货。就这个14亿人口啊，他要统治世界，他的怪招一大堆，他这一招最狠。对，刚讲了，你先可以感觉到说，美国右派对整个中国真的是有一种深层的恐惧。你看到川普一上任以后，签署了很多的法案，或者他做的很多事情，根本就是冲着中国而来的。对，美国在内部川普所做的任何事情，还有美国在外部，就是包含委内瑞拉、伊朗所做的事情，都是冲着中国来的。所以你知道，川普竟然可以在最高法院旁听75分钟哦。一个总统哦，你说为了这个案子，出生公民权的案子，他就在旁听哦，总统哦，旁听哦，对，待了75分钟，对，而且直接点名就是中国这个代理孕母的事情，还有生小孩的事情，所以显然川普已经意识到什么东西，这种不叫所谓的单纯黄祸而已啊，这种叫什么种族清洗，你知道吗？在 ICC 就是所谓的国际刑事法院当中，就有所谓的种族清洗，就是一种罪行了。现在其实川普就是要把这一门关起来，为什么？这个如果门一直这样打开的话，他以后真的照吴董讲的，以后美国总统就是中国人也不一定啊。那这个情形就是中国现在正想要的东西，全世界都是由中国来统治。不是，我想都没有想过他们是会这样干的。对，会这样干，那就是变形虫的概念呢。真的变形虫，到哪里都是什么？以前香港人说那根本就是蝗虫过境，片寸草不生。我现在那个画面就有那种蝗虫过境、寸草不生的感觉。是啊，原本这些东西就是给予公民权，都是为了一些人权所思考的。对。但是中国人从来不把人当人权思考，他把人当产品，你知道吗？因为当时美国有很多的黑奴。黑奴当然讲，在他的公民法院之前，他们是没有任何身份的，他们也没有任何国籍的。那你为了要让这些黑奴的后代你在美国生活，他们是拥有美国国籍，所以他们才有这个所谓的出生。为什么美国出生？其实是为了这些黑奴的后代。这是一个民权法案的一个重要的进步。可没有想到，中国居然利用这种人权法案搞这种事情。所以，像过往给予所谓的出生
出生公民权的目的，其实也是因为以前的诉讼案所确立下来的结果。那也是因为很多华工到美国，或者是黑奴到美国，他生出的小孩，他到底要不要有美国权、美国的公民权？所以当时的判决就是给予这个。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是一个旅游状态，是有钱人到美国去，然后旅游状态去找代理孕母，然后甚至于说背后是不是有中国政府的资助，而一个进行一个计划性的。对，我觉得应该有中国政府的资助，而进行这种计划性的一个做法。这种做法来讲的话，如果散布在美国的各个州，不只是总统而已，各个州的州长、参议员、众议员，各个州的议员全部都是华人担任的话，那哪一天来讲的话，只要什么？习近平一点兵，马上是什么？全部起义了，全部第5纵队不就在全部都在县城了吗？你现在看到现在澳洲就有点类似这样的状况。澳洲现在的中国人口还没有很多，他现在已经慢慢的，他很多 Congress 已经开始进去了，很多的地方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公司都已经进去了。他们现在是非常团结的。对，所以你说川普用各个招数，比如说晶片卡关、卡脖子，然后呢经济贸易等等关税等等一堆手段。没有料到，原来中国用这种原生物种的方式，直接进入到美国内部来篡位。那这种做法，如果再不挡下来的话，不好意思，因为听说这个判决可能会对川普非常不利。对啊，它是一个些微的差距。但是如果美国还没有办法觉醒的情况之下，如果你说，因为我们是台湾，我们对这个很敏感。对，跟你说，美国人来讲，那是我的基本价值，那是我的人权价值，你要去推翻这个东西。刚刚讲 Rubio 就是他爸妈是难民。你在美国出生，你才会有现在的美国国务卿。那你现在对你这样的东西，不是变得很尴尬吗？对，所以一开始我就讲，川普之所以能够待75分钟，他可能意识到这个事情非常非常严重，而可能底下给他的所有的情报系统都显示说这个事情是不单纯的。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川普可能接下来在行政命令方面来讲的出招，可能就是针对中国这些东西而来。代理孕母也好，或者是未来到美国旅游去生产也好，这个事情这个东西可能暂时会用行政命令把中国挡住。好，慧珍，这个新闻在去年出来的时候，大家其实焦点都放在代理孕母。对，怎么有代理孕母，然后生那么多小孩，你觉得很特别？可是今天我觉得川普是把他拉到一个国家跟国家竞争的一个高度，觉得你中国人用这样的方式绝对不寻常。是啊，宝杰哥，你刚刚有提到一个案例，就是65岁的那个宣国军跟一个38岁的说是他太太，然后2个总共有养了大概20几个、22个，其中有6个已经被送走了，你知道吗？送走了？对，送去哪了？不知道。然后你知道那个宣国军后来被人家发现他的身份，他应该是有这个在中国的时候应该是有军职身份的。然后呢，他说他非常活跃众多的侨胞的团体，包括美国南加州华人社团联合会就职典礼、安全座谈会等中国社团活动，甚至他还被赋予川普顾问委员会委员。他还打进这里。对，然后呢，他在那边就说啊，我是做房地产生意的。所以刚刚廷辉有特别提到啊，这个有没有政府在后面做一个支持？事实上是有可能的。然后第二个不寻常的地方在哪里？包括刚提到的这个汪先生啊，就是说专门找美女的这个汪先生，汪辉武，还有一个徐波，这2个人全部都是教育产业，所以就有人说，奇怪了。是不是好像有特别在选定这个产业的，专门在做这个人口的这个生意啊？对。刚提到你刚不是抓了21个还是22个，有6个不见，他们就问说那6个去哪？6个去哪了？不知道，但有人说贩卖，所以美国是用人口贩卖在调查哦，卖到中国去。有人在讲啊，其实刚刚世忠哥讲的是对的你看这个 baby 如果还有美国籍。他变成被中国的夫妻收养，对，以后长大之后，这些中国夫妻可以变成依亲的方式来到美国变美国人按照规定是他只要成年，对啊，小孩只要成年，爸爸妈妈就可以来跟依亲取得美国籍，而且重点没有配额限制。是，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搞不好真的是对他们来讲。不是川普在推黄金签证吗？100万、500万美金，好像最贵500万美金黄金签证。我找个代理孕母，顶多我刚才特别找了一下，18万美金。
而且呢，现在连单身都可以。对，代理孕母不是一对夫妻生不出来才要代理孕母吗？现在没有，他们现在生意已经做到，好像这个小孩子变成是你的黄金签证，因为你孩子一生下来，他就是美国人，所以呢，你只要以后是靠着这个美国人，这个美国 baby 长大变成美国人之后。父母亲买了这个 baby 以后就可以变成是依亲来到美国，所以为什么川普这件事情拉高到国安层级？因为看起来这一门生意越来越多人做，而且呢成本比你那个黄金签证500万美金还要来的便宜。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你斗内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团队制作更好的精彩内容，而你的超级留言我都会认真看的。因为当然台湾有一些诡异的事情，这里我一开始不就是希望说我要有这集会吗？变成他一个担任国民党党主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那现在终于如愿了，真的可以去这集会了。他就突然变得异常低调。非常非常低调，低调以后，然后跟他讲说，我现在客随主便。人家说你会不会跟习近平见面啊？我客随主便，我不知道。还有一个，他居然下令所有的立法委员还有中常委，你不可以跟。更妙的是，以前只要是所谓的两边国共和谈呐，或者是你今天的党主席见面，那是大事。大事当然要有所谓的要有旁边要有这个阵仗，阵仗记者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阵仗，没有记者不行。你们跟国台办，跟国台办的意思我今天搞清楚了，台湾要去很难。大概就是那边的人，台湾要跟过去就很难了。驻地的，这个太怪了。你今天郑丽文今天这么小心谨慎，现在之前还张牙舞爪，现在那个张牙根爪都被拿掉了。他在小心什么，在谨慎什么？对，郑丽文谁可以控制他？没有人可以控制他。对呀，所以唯一只有习近平可以控制他。习近平叫他做什么事情，他就会跟着做什么事情。往东不敢往西，往西不敢往东。否则这一趟这个到中国大陆的行程就泡汤了，就破局了。所以今天他要争取那个政协会能够成型的话，今天习近平交代什么事情，他就要照做。所以你知道这个阵仗，照道理讲。国共的领导人见面要大阵仗才对、当然啦，要当做喜事来办啊，不能当丧事来办啊。当然要有威仪呀。是啊，要让双方来讲有一个对等的概念，对不对？但是不是？现在就是告诉你说，你来就可以了。你来是因为我要交代事情，我要交代什么事情？我要告诉台湾，我要告诉你国民党，我要做什么事情。你看到搞得好像郑姥姥上北京要非常的小心低调。你看到郑丽文开始这几天开始在配合做一些事情，什么事情？9·2共识要入党章。反对台独要入党章，你知道以前国民党把党章对要把9·2共识跟反台独列进去，而且9·2共识也好，反对台独也好，你要入党章一定要经过国民党的这个全代会，他们要通过这些东西，而且全代会时间也不在这个时间点。那你知道他已经开始在应允这件事情，答应这件事情的时候，代表对岸叫他一定要讲出来。那这时候让我感到胆战心惊。为什么胆战心惊？2015年的朱习会，当时朱习会结束之后，习近平发布了习5点，在新华网里面，习5点的第1点里面就说要针对所谓的9·2共识跟反对台独这个事情，跟国民党要做所谓的制度化的框架。制度化，什么叫制度化框架？列入党章。没错。因为他现在国民党，现在共产党，习近平根本就不管你国民党年底选举到底选怎么样，他不关他的事情。对，重点是国民党以后历代的党主席都要给我遵守这个9·2共识跟反对台独。我们其实了解中共的人都知道，中共在做统战的时候，他非常重视那个框架。框架，他你想看，这里为这2天讲说两岸，他们认为一个中国，那是一个全世界的共识，他完全胡说八道。因为全世界的一个中国共识是中国的一个中国共识，跟我们讲的美国的一个中国共识是不一样的。我再强调一遍，中国跟所有人签约都有3点：第一个，世界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的唯一代表；第3个，台湾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有3点论，所以在你的建交公报里面，在你的上海公报里面，在你的巴西公报里面，我不管做任何公报里面，我都要把这个框架弄进来，这是框架。可是美国当然用一个认知跟承认把它给换掉，美国有它的方法。可是你知道吗？现在郑丽文要做的所有事情，就是要把中国的论述、中国的框架，因为那个就像什么《西游记》的紧箍咒，对，那个紧箍咒只要套到台湾的头上，对，套到两岸的头上，今天只要套上，你动也没有关系，你跳也没有关系，你叫也没有关系，中国不在乎。中国在乎的是，因为你在打国际统战，这是从什么？周恩来开始的。周恩来就选动的，也就是周恩来做所有事情都是，只要我把框架跟这个所谓的紧箍咒弄到你的头上，
你就是孙悟空，我就是如来佛，你再也逃不过我如来佛的手掌心了。没错，这就是一个框架，把你镇住，把你框住。以前他们跟民进党政府要谈所谓的 CBMS 的时候，很简单，他说 CBMS 一系之间都可以搞定，都可以搞好，只要你民进党承认一个中国框架，我什么事情都可以给你。对，那就是紧箍咒。对，所以2015年朱立伦回来之后没干这件事情。中间又历经了江启臣担任党主席，连贺电都不给他。后面还有这个朱立伦再回国当党主席也没做。对，现在好不容易郑丽文来了，所以郑丽文呢给他一个紧箍咒套到国民党身上，以后国民党的党主席全部都跑不掉了。而这件事情为什么对我来讲那么敏感呢？因为2015年朱习会的时候，民进党党部就为了这事情召开紧急会议，中国部来讲的话就开始开会。大家都在猜这个制度性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有人猜是和平协议，有人猜是什么东西了。结果后来我直接去问北京的官员，北京官员说这个就是共产党要国民党把党章写进去9·2共识。现在我听到这个讯息的时候，我非常惊讶，为什么呢？因为郑丽文现在就要落实2015年当时没有做到的事情，而且你也很可怕的是，你看到这半年以来。也就是说，现在川普开始去攻击委内瑞拉、攻击什么的时候，你发现中国在所谓的军武上面、军力上面，他没有办法去统治台湾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寄望什么？他曾最喜欢讲寄望广大的台湾同胞，他现在就希望支持他的那些台湾同胞做些事，所以就看到了马英九开始对于所谓的高市早苗介入台湾的事情，他开始反对，然后你就看到了萧旭晨开始谈1国2区，你就看到了现在这个所谓的郑丽文讲说一个中国是全世界的共识。这几段论完全都在中国框架里面，也是中国精准打击哪些政治人物要讲什么话，哪些人物你跟我中国之间的资金往来、友好关系，这些该用的时候，什么时间要用到，这些人都会起来帮中国共产党讲话。而且慧珍刚刚讲到的，中国现在对你的渗透可以是无所不入。今天刚刚讲的。那个名字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他叫牛粪博士，他为什么抗议？吃了个牛粪，好不重要，他完全不重要。对，你现在在民进党内，你也是个匪谍，你也是个间谍，当然该办就办，该处理就处理。今天更清楚的是徐春英，更多的细节出来了，把我吓死了。他1个月2万5到3万就可以把它给卖了，然后再开始在台湾发展组织。那台湾发展组织的时候。他没有收入对，可他有10几个户头可以处理国内外的资金，所以这一段时间里面，在他户头里面进进出出居然有3000万。是我跟你讲徐春英这个角色越来越让人家觉得说他真的可能是贤父命令在台湾发展这个组织。为什么？因为他在台湾没有任何收入，可是他竟然每个月从中国的一个社保基金，类似退休金，领多少呢？他说领6000到7000块的人民币啊，相当于台币大概也快了2万多他说明一般的一个农民啊，才100多块、200块，怎么你一个徐春英会领到这么高的？那你领这个钱，那你说，这也才一两万块台币，然后会为这个来卖吗？就发现不对劲哦，因为他这个短短的时间几年之内，他经手的钱。地下汇兑经手钱竟然快3000万，而且他说他是透过几种方式啊，他说他是透过小额分散多次的方式，把这个钱弄到台湾之后，再去干嘛？你这个社福基金需要我们斗内，我们陆配，我们中配，我们大家都同样都是台湾人，我来赞助你，就用这样的方式去赞助一些团体。而且他还在台湾发展组织，你在台湾发展组织，你还要打入政治势力，而且当时还要他去特别接近黄珊珊。我跟你讲到黄珊珊这个很有趣，因为他们这个组织里面有另外一个刘女，结果呢，刘女啊还跟那个上面报告，跟那个北京那个报告，就说。这个徐春英啊，我们本来说好了是要挺蒋万安在上一次那个市长选举的时候，怎么徐春英啊跟黄珊珊啊越走越近，他还去打报告，就说徐春英同志怪怪，你知道吗？结果徐春英他就讲到说，他说我去接近民众党是经过北京同意的，北京认为不管真的，他讲的超级好笑，他说不管是蒋上还是黄上就黄珊珊上。北京都乐观其成他们都愿意。那好，他说为什么从本来支持蒋会变成支持黄珊珊？他有一个说法他说因为中共之所以主义黄珊珊，关键在于务实且弹性的政治底色就是很会换颜色。务实，
且弹性的政治底色。对，然后还跟他说，哦，他在担任副市长的，后来当然就协助他嘛，然后就变成副市长。他说难怪啊，他当副市长之后啊，多次去强调这个两岸交流啦，甚至什么双城论坛啊这个部分。可是你就知道，徐春英当时要转向黄珊珊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关键的事，什么事呢？就是他们认为国民党啊。哎呀，你拿进我中国共产党各种好处，你给的承诺都没有做啊！拿钱不办事，拿钱不办事啊！6年要6改4嘛。而且他们讲说，民众党很好利用，因为民众党比较弱，而且民众党刚比较在中间的色彩，比较在中间色彩的时候，让中国共产党比较有操作空间。而且重点是，他说民众党在以前董事长讲过啊，太凶啦！哦，你别国民党哦，哎，他大概那么多人哦，弄哎这个这样，别来一下，别来，更小他鬼。民众党小党刚成立草创，你只要给他个一点点哦，他就觉得就把你，所以嘛，从徐春英被抓了之后，变成李珍秀啊，哇！结果现在这个徐春英这个共谍一拉出来，归瓜呢。现在不是只有民进党，现在我跟你讲，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是谁？是讲孙宪啊，孙宪。这个人，他说他是民革党的，也是我们廷辉才讲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哦，民革党比共产党更厉害，他可以在台湾做到共产党做不到的事情，因为他说他们可能也有那一个国民党的 DNA 嘛，他们的民革党在早年的时候，最早的那个精神人物是精神领袖是谁？讲这个宋庆龄啊，所以就变成是说，而且哦，这个孙宪啊，被人家发现他竟然从2004年。就在台湾哇！我就整理出来，我看到是说真的是昏倒他说全台走透透，你知道从哪里吗？台北、新北、新庄、汐止、基隆、桃园、新竹、台南、台东，甚至到金门，他都有高博然后还有谁啊？包括民生医院的院长杨文仁呐，还有宪兵退役中将的李祖仁呐，包括北翔科技的董事长陈清祥啊，还有台东啊、金门啊一堆。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孙宪啊，在台湾布局已久20多年，而他们其实只差一步，什么一步呢？就是他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把他们支持人送到了立法院，把这个中配6改4的这件事情，这个捆龙锁给打开。好，所以吴董刚才讲到的。郑丽文本来说你现在可以到了这个所谓的中国访问，你应该是意气风发，这个神采飞扬，他特别低调。然后呢，现在这个特别低调是怎样？难道现在你做的所作所为都在中国的考核范围内？虽然你最后可能会跟习近平见面，但是最后见面的规格、怎么样的方式，都在不断的改变当中吗？他没有改变，这个应该国台办已经定了他整个的规划跟这个整个行程了啊。所以它关键是3个城市嘛，一个上海、江苏嘛，然后北京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来想一下。他去上海干什么？去江苏干什么嘛？他会去中山陵吗？我不知道好像是要去叫中山陵如果去中山陵的话，那还稍微应该还稍微好看一点的，那个风景很好了。但整个的概念里面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中央台报道真的为了什么东西？对不对？第一个就一个目的，巩固两岸关系，然后号称对外宣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现在这个伊朗的战争，荷姆兹海峡的这个风暴已经把整个亚洲股市打泡了。我们看到台湾现在已经承受很多压力，可见韩国才是真正惨。韩国股市真的跌到了快腰斩再腰斩，然后更可怕什么？他现在我看到一个消息说，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宽频记忆体不是没有市场，不是说没有订单，他说是因为油太贵了。你现在我的成本大增，我油太贵，我又运不出去。更可怕的是，我所有的民生消费全部都大涨。没有想到这个事情。对韩国是伤筋动骨，没错。事实上，这一次的这个中东战争来说哈，当然亚洲国家目前都绷紧神经，像台湾、日本、韩国都是这样。但你可以看到说，韩国这一波的股市跌幅呢，相对是比较大一点点。那为什么相对会比较大？当然，他们涨幅也过去也比较大，但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这一次呢受到了2个压力的影响。第一个压力就是说，他们过去呢比较长时间的依赖中东的这个油源。我们如果以石油来说的话，韩国大概依赖中东是70%。台湾是60%，所以台湾依赖比较低。另外一个是什么？这个氢气来说的话，氦气主要原因是因为用在这个半导体的这个建设里面。那氦气来说的话，韩国几乎都压在卡达。那台湾呢，我们台积电呢有在美国啦，有在卡达，有在澳洲了，所以压这个比较小。那韩国现在有多惨嘞？因为第一个现在抢不到氦气，抢不到石油的时候，你知道你要先要跟别人抢。
跟别人抢的时候，你知道美国现在的氦气说，不好意思，我们涨了3倍，涨了2倍，那你怎么办？你也只能够抢，那所以他们必须要抢。那台积电是已经有约，所以我们有长约，不用这个成本负担增加，但是你就要这样子。石油也是一样，他现在去跟别人要石油的时候，石油价格也比较高，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它的石油成本的这个暴增了非常多。那因为石油价格比较高的时候，就如同你刚才讲的，我不是可以生产出 HBM 啊、低润很多东西，为什么运不出去？因为现在的这个所谓价格上涨之后，燃油的这个价格上升，燃油费用上升的时候，这个 HBM 他们是坐飞机啊，坐飞机的话成本就变得比较贵。对，那有些飞机来说，他们就不飞啊，因为我这个不付成本啊。燃油来说的话，我这个燃油涨了20-30%，所以说我第一个我的成本不断的增加，而且我就算是做好了以后，我也可能运不出去。对，所以我宁可就说好了，那就这个没有空运对象，那怎么办？那就只好在韩国里面，所以这个造成他们这个成本的压力。那其实不止这样，我们再给大家看下一张韩国的压力来说的话，包括说你看他们因为这个目前为止的通膨大幅的上涨，那为什么通膨会大幅上涨？因为很简单一个原因，因为韩元贬值。其实这一波里面来说，韩元贬值贬的比台湾还要多，所以贬的比较多是什么意思呢？我贬值贬的比较多，钱变得比较便宜，就变成我买的物价变得比较贵，所以这通膨进来的话，压力就会比较大。输入性通膨比较大，所以你看他们现在，我们台湾呢，前一阵我们不是在讲这个塑胶袋，他们现在也有塑胶袋之乱，他们现在大家，因为他们现在又要说你要用这个所谓塑胶袋来丢垃圾，所以塑胶袋之乱也崛起了。另外一个，他们连这个所谓洗衣用剂也开始上升。也暴涨，另外甚至连他们韩国人每天不是都要喝咖啡吗？对，连他们咖啡都上涨，因为包装材料这些都是塑胶原料。塑胶原料来说话，你看一次性的这个饮料杯的厂商，在4个月涨了2次，所以本来一杯咖啡30块，对，现在要变成40块。是，所以说因为这个原物料涨价的这个关系，所以你看韩国呢，目前为止压力真的非常大。所以你看，因为他这样子，这个川普这次的这个美伊战争，所以让韩国股汇市跟经济都面临到相当大的这个压力。也就是它的整个产业的上下游，就是我最高端的我的 HBM， 刚刚讲到我的三星、海力士，在我整个这个韩国股市市值非常大比例的，是我也垮了，我的成本增加，而且我的油价高，我不也不可能出去。对，另外就是我连一般老百姓的民生消费都受到影响。对，所以这一波韩国受伤是非常惨重。那当然不是只有韩国，连日本也是一样。我们到日本最近来说，你看他们也是啊，他们原本不是有在这个南鸟岛要这个做稀土开发吗？就没想他们就说，因为油价高涨，我们一次到那个地方还太远了，我们就不去了，我们就现在先暂停开发。你说连这个调查稀土的海洋调查团都不去了，都没有油了。对，那好，那你现在去冰库来说很有重要，因为为什么？我们造不造燃料，没办法把这个热水再加温，温泉再加温，所以他们目前为止很多温泉旅馆，现在你去，他搞不好也不让你泡温泉，那甚至连这个很多药啦，很多这个包装材料，甚至很多医疗耗材都价格上升。所以看现在我们台湾还没有感受到，但是我觉得这个传导效应，大概再过1-2个月来说，我们可能要面临到，我们也会感受到，我们也会面临到很多物价都会上涨的可能性。好，所以子旭。刚刚没有想到，台湾已经慢慢感受到说，你现在感觉有通膨压力，你现在的塑料袋变得非常的贵，然后你现在的股价刚刚讲这样起起跌跌，川普只要一讲话，天下就大乱。可是我没有想到韩国有这么严重，日本有这么严重。如果韩国这么严重，日本这么严重，那接下来会是台湾吗？我认为多少一定会反应啊。这个部分呢，我们最直观的直接看这个油价。这个是中油它每天会有一个更新统计的报表，我们就以在这个中油，然后韩国、日本都有的价格，我们就看这个92好了哈。以我们的92目前价格是每公升32.4嘛，那如果呢是在韩国是多少？39，日本是41。我们可以想象，我们92如果1公升是40几块，会有什么感受？吓死人！吓死人嘛！啊，如果换成95，那每公升快50块，作何感想？像韩国现在95每公升要47块56，对，所以这样的一个价格，它韩国的95已经40几块了。对，这是中油官方的给出来的数字，而且重点是，当我们要比较每一个国家的一个 GDP 嘛，我国跟这个日本、韩国其实 GDP 是差不多了，所以以这样的一个价格来讲，明显的就是比台湾还要来得高。那为什么呢？其实很简单的，我们都知道，我们进来的天然气或油都有中油跟台电补助，对，但是韩国没有。再者，货币的贬值也会造成输入性的通膨。所以我是认为说，韩国跟日本受到的影响会比较大，对，但是在我国多少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我都常讲说，川普这个烂摊子他现在就讲说嘛，反正我到时候达到我一定的目的，我就跑了。他没有讲拍拍屁股走人呐，他就说他就要结束。但问题是，这个结束，海峡会开放吗？如果海峡没有完全开放，油价就回不来。对。再者，如果中东的油价回不来，
难道美国的轻原油会自己跌下来吗？不会，不会嘛，这是联动的嘛。所以这个仗如果最后真的拍拍屁股走人，我只能说全球遭殃。而且这个通膨不会只是短暂的几个月，不会是短暂，不会是短暂。川普有讲说，我就再打2-3个礼拜，他可能就要收兵了。可是这个现在不是川普收不收兵的问题，是这个能源能不能解决的问题。几个问题嘛，第一个原本被炸掉的油田，可以立刻有办法生产吗？没有办法。原本被炸掉的油库，可以立刻拿来存吗？没有办法。港口有问题，还有，好啦，你说这个海峡可以过，问题是大家也都知道，现在保险业者不去支付通过这个海峡受损的理赔哦。那海峡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保险业会愿意接受？这是有一个点。另外一个点，原本在这些邮轮或货轮上面工作的员工，还愿意说，不好意思，我们接下来船班要继续跑那个海峡，有多少人愿意回去？不敢跑了。没错，所以这些因素它其实都会造成油价短时间内没有办法回到7字头的美金。那如果维持在这个8字头，前阵子平均是多少？60几。那如果维持在8字头，那接下来的通膨它是一个 YOY 的一个角度嘛？可是川普不是讲吗？我这个战争结束以后，油价就会下来。油价下来的时候，我希望这个1加仑只要2块钱。1加仑如果是2块钱的话，大概的油价一桶就是好像是50块左右而已啊。我是不知道他的逻辑是这样，他可能觉得这个战争结束，中东的油是中东的油的事情，美国的油是美国油的事情。问题这个报价它是联动的嘛？我觉得他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我是认为接下来美国第2季跟第3季如果通膨都垫上去，对于第4季他们的期中选举会非常痛苦。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你抖内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团队制作更好的精彩内容。而你的超级留言，我都会认真看的。57台每晚9点，宝洁点兵点出全球战略新布局。